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摄影中的景深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景深的概念。当镜头对着被摄物体时，被摄物体与其前后的景物有一段清晰的范围，这个范围我们将它称之为景深。说白了，景深就是对焦点前后的清晰范围。因为景深范围内的清晰度不一样，所以景深又被分为深景深和浅景深。景深越大，说明清晰的范围也就越大，背景也就越清晰。在拍摄风光大场景题材时，使用小光圈进行拍摄，让风景清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，同时也能很好地展现画面的细节和细腻的层次。相反，景深越小，说明清晰范围越小。背景和情景虚化。通过这张照片，我们就能够发现，小熊背后的景物应该是比较杂乱的。拍摄者不想让杂乱的背景影响主体，使用了小景深，缩短了清晰的范围，把小熊背后的杂乱树枝给虚化掉，实现了简洁画面的目的。影响画面景深的因素有3个，它们分别是光圈大小、拍摄距离的远近、镜头焦距的长短。光圈影响着景深，这里光圈越大，景深也就越浅，背景就越模糊。而右边这幅画面，我们可以看出光圈越小，景深也就越深，背景呢也就越清晰。当然，拍摄距离也同样影响着景深。主体离镜头越近，景深就越浅，而主体离镜头越远，景深越深。比如这张风景的照片，我们可以看到前后都非常的清晰。其实，依靠调整拍摄距离来控制景深，比通过调整光圈的大小来控制景深要有难度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镜头的焦段长短，同样也影响着景深。焦距越长，景深越浅；焦距越短，景深越深。比如我们用广角镜头拍摄风光，焦距越大，景深越小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景深的作用。景深能够增加画面的纵深感和空间感。比如这张照片，物体有规律的远近不同的排列着，呈现出大小、虚实的不同，让画面的纵深感和空间感变得非常的强。开大光圈增加进光量，能很好的虚化杂乱的背景，让画面主体突出，背景简洁。当画面的主体某个区域没有什么内容的时候，用草丛、树枝、前景虚化，增加画面的内容，简化背景。同时通过前景的虚化，还可以引导视线到主体上来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影响景深的有3种方法来控制景深，以及光圈的使用、镜头焦距段的长短、从相机到物体的距离。光圈越大，景深越小；光圈越小，景深越大；焦距越长，景深越小；焦距越短，景深越大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